亚美是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优秀学生，奔赴中考的重要日子，她的父亲为她准备了一枚好运锦鲤服。亚美兴奋地接过，然而在前往考场的路上，她意外在公交上睡过站，急忙下车。亚美急跑向考场，但在奔跑中不慎摔倒，克服迟到的恐惧，她迅速捡起东西继续冲刺。时间紧迫之际，她再次跌倒，撞倒一旁的自行车。这次她的膝盖擦伤流血，忍着痛楚，她站起身，与考试逃避者阿斗一起扶正自行车。这时考试已经开始，不料转瞬间大雨倾盆。看到蹒跚的亚美，阿斗感到一丝愧疚。在学校医务室里，因阿斗为救人而迟到，两人获准再次完成考试。阿斗对此哑然失笑。成绩揭晓日，亚美成功考入了心仪的高中，阿斗也被同一所高中录取，但他心中并不欢喜。整理书本的亚美那夜突然视线模糊，无法看清，但他未曾放在心上。用餐时，亚美手抖得无法夹取食物，还被妹妹嘲笑说不如她用筷。但曾是保健医生的母亲察觉到了异常，考虑到近期的种种，她催促亚美去医院彻查。亚美却半信半疑，我才15岁，别吓我。然而次日，她再次摔倒，紧急送医后，医生建议回家等通知，同时要求亚美记录身体的每日变化。回家后，母亲忧心忡忡。不久，医院来电，催促母亲赶往医院，不能带上亚美。母亲听到检查结果后无法自已，15岁的亚美被诊断出患有脊髓小脑变性症，这意味着她的身体会逐渐失去控制，被俗称为渐冻症，最终可能变为一个有意识的植物人。但同学们似乎对此不甚关心，建议亚美一个人自导自演，免得占用他们宝贵的时间。亚美却不气馁，反而开始向他们娓娓道来。有座山，山中有座庙，庙里住着一位颇有姿色的老和尚。虽然他们没能完全理解，却感到故事蕴含深邃的哲理，最终被亚美的真诚感动，决定加入合唱团。完成这一切后，亚美接到学校篮球队的邀请。她就是这样一个既甜又咸的女孩，正值花样年华的她，很难将她与不治之症联系起来。妈妈不肯相信女儿真的无药可救，于是向医生索要所有的诊断报告。她决定去其他医院求证，但访问了多家医院后，所得诊断均相同，令妈妈再次失望地离开。回到车中，听到女儿报平安的留言，妈妈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。她拒绝放弃，也没有告诉家人真相的打算。她隐瞒了亚美的病情，强颜欢笑地告诉家人，亚美只是神经紊乱，吃药即可恢复。同时悄悄收集了许多相关书籍，希望能找到治疗的线索。书中的情况与女儿的症状一一对应，她越读越感到恐惧，在网上寻找相关信息，最终找到了一位神经科专家，专长正视女儿的病症。母亲心中再次燃起希望，她不顾一切来到医院找专家，恳求他救救她的女儿。但专家表示自己研究渐冻症40余年，至今未能找到治愈方法。妈妈的新希望再次破灭。深夜回家的母亲孤独地坐在客厅里发呆。当丈夫出现时，她终于说出了亚美的病情。起初，丈夫根本不肯相信。深夜里，你在欺骗谁？然而，妻子泪水满面的表情迅速让他接受了残酷的现实。听完妻子的话，丈夫泪流满面，愤怒地咆哮，怪罪妻子，认为所求诊者不过是庸医。他们坚定要为亚美寻找治疗之道。平静下来，两人达成共识，决定暂时对亚美保密，以免她无法承受这个打击。黎明时分，夫妇俩强装笑脸，面对亚美如常。他们要求家人暂停所有计划，去观看亚美的篮球比赛。小妹亚丽表达了不满，但父亲出人意料的坚定。比赛中，亚美生气勃勃，带领团队得分连连。观看着自由奔跑的女儿，想到她将逐渐失去行动力，父母含泪强忍悲伤，为她加油鼓劲。然而，亚美突然摔倒了，父亲急切想上前扶起，却被母亲制止。他希望亚美能自力更生，继续奔跑。关键时刻，队友传来球，亚美突然失去控制，站立不稳，动弹不得。幸运的是，她在最后一刻投进了制胜的关键一球。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欢呼中，亚美却呆立不动。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。在医院里，母亲恳求医生暂时别告诉亚美病情，而父亲则谈起令她自豪的事迹。这时，亚美刚好更换完药，碰到了以前的玩伴，一个小女孩。她知道女孩来看望父亲，便一同携手进入病房，看着床上无法动弹的病人，还有床头卡上的主治医生姓名，正是她自己的医生。但她并不知道，自己未来也将面临同样的境遇。结合医生之前的话，记录下自己的病情，坚持服药和康复训练。她立刻追问妈妈自己究竟患了什么病。妈妈沉默片刻，然后告诉她只是青春期的正常变化。亚美显得有些不幸，她心中暗自猜疑，这秘密还能保守多久？随着病症逐渐加重，她不禁开始怀疑，这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疾病。视线开始变得模糊。当孩子们向她奔来时，她想要闪避，却发现脚步无法挪移。回到家里，亚美遵循医嘱，在日记里记录下身体的异常。可当她写作时，连握笔的手也开始僵硬不已。此刻亚美明白，自己的情况并不像母亲所说的那么简单。她决心去找医生，谁也弄个明白。到了医院，
却得知水野医生今天不在。他回忆起花花的父亲，得知他的主治医生也是水野，就决定去看望他。出于好奇，他询问了花花父亲的病情。花花的母亲坦白告知，听着，他发现症状与自己的惊人相似。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。另一头，母亲正在翻看亚美的日记。母亲觉得亚美昨日的行为异常，开始怀疑她可能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病情。父亲劝她保持冷静，我们必须坚强，成为女儿的支撑。母亲这才重新掌控了自己的情绪。而亚美来到了学校的生物实验室，偷偷上网查了关于脊椎小脑变性症的信息。她惊讶地发现症状与自己的完全吻合。那一刻，亚美感到彻底绝望。这时，阿斗走了进来，他回来是因为担心生病的鱼儿。亚美想到了自己的未来，最终还是泪水夺眶而出。家人焦急的迎接让她回到了现实。亚美努力忍住泪水，装作一切正常。但回到房间后，她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。夜深人静，她凝视着墙上的日历。对于未来，她感到无所适从。但新的一天终究还是到来，她决定以最佳状态面对即将到来的合唱比赛。到达医院后，医生受母亲之托，本想继续隐瞒，但亚美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病情。这一次，众人不再隐瞒真相，在这个如花的年华，却被告知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，青春尚未好好体验，遭逢命运的不公待遇。母亲认为隐瞒是为了保护女儿，心中忧虑女儿可能的冲动行为。父亲相信女儿坚强不易崩溃，誓言不惜环游世界也要寻找治疗之法。母亲由此获得些微的心灵慰藉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第二天清晨，亚美突然改变了前一日的消沉，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。父母惊疑不定，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亚美，只有他心知肚明，内心世界早已天翻地覆，再也不能像往日那般无忧无虑的笑。过往的自己已随风而去。随着暑假的到来，同窗们热议着假期的旅行计划，唯独亚美心头笼罩着阴霾。阿斗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。亚美离开后，他好奇地查看了浏览器的历史记录，却发现亚美已将所有记录清空。他猜测亚美肯定经历了重大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不良学长出现，邀请亚美一同观赏烟花，还期盼她能陪他去动物园度过生日。面对病情，亚美本想婉拒，但母亲鼓励她与喜欢的人共度美好时光，怀抱快乐，一切逆境都将化为福祉。亚美兴奋地精心装扮，迎接约会。同学们戏称他们为最佳情侣，期待他们今晚的爱情表白。然而，就在他们过马路的瞬间，亚美的病情突发。目睹亚美跌倒，学长却无动于衷，仿佛连最基本的扶持都做不到。所幸亚美被及时送往医院，并未受重伤。医生提醒父母抓紧假期，让亚美入院治疗，以缓解病症。学长来医院探望正在康复的亚美，了解到亚美的病情，本想提出不再继续约会，但面对亚美的期盼，在所有人面前，学长未能开口拒绝。之后的日子，亚美不断与疾病抗争。阿斗拜访了亚美，他好奇地询问亚美患了何种病症。阿斗深信不疑。然而，在他离开时，偶听水野医生与护士的交谈，阿斗急忙回家查阅父亲的医学书籍，才发现亚美正遭受渐冻症的折磨。阿斗感到心痛不已。翌日，阿斗无意间得知学长决定取消与亚美的约会。医院中的亚美依旧在精心准备，她浑然不知即将被爽约。她傻傻地在雨中等待学长。知情的阿斗却决定赶到她身边。就在这时，亚美不慎被人撞倒，她不顾一切地捡起为学长准备的礼物。就在这时，一把雨伞遮住了天空，她误以为是学长，却是阿斗出现了。阿斗了解了亚美的处境，他告诉她那男子不会出现。亚美失落得像个孩子，如果未曾患病，或许爱情会有不同结局。经过暑假的治疗，亚美的病情未见好转，因为开学在即，她只得提前出院。看着姐姐这番变化，平时天真的妹妹似乎也成熟了，处处体贴姐姐。全家人都开始节衣缩食，母亲也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，希望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理解与帮助。为避免亚美再次跌倒，父亲决定让她乘坐出租车上学。亚美在学校因行动不便，同学们纷纷伸出援手，虽然满是愧疚，她常说感谢。尽管同学们这么说，亚美不愿成为他人负担，她宁愿独自承受苦痛，但不免牵连了周围的人。她还向阿斗为雨中之事道歉，她承诺会坚强，不轻言放弃。为了不给朋友添麻烦，亚美在校时忍着不喝水，少去洗手间，夜晚还偷偷进行体能锻炼。而阿斗也在为亚美的疾病而忙碌。阿斗仔细研读关于渐冻症的医学文献，提前抵达学校，他上网深入了解渐冻症的相关信息。在校园中，他目睹其他同学在操场上欢快地奔跑，而亚美只得静静地旁观。他渴望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自由地奔跑。阿斗看着亚美独自一人，心生担忧。他偶尔逃课，只为陪伴她。然而就在那时，亚美突然昏厥过去。亚美的父母辛苦养育4个孩子，同时背负着沉重的医疗费用，他们几乎快要支撑不住。妈妈考虑申请残疾人补贴，却遭到爸爸的坚决反对，于是妈妈放弃了这个想法。那一天，亚美的昏倒使她被紧急送往医院。
得知消息的妈妈急忙赶到医院，方才告知原因是脱水所致。亚美醒来后向妈妈解释，她上厕所都需要同学协助，为了减少麻烦给他人，她选择少喝水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。她认为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。回家后，妈妈重新翻看残疾人手册，却被爸爸一把夺去并扔进垃圾桶，这让他们之间爆发了争吵。亚美想要劝解，却不慎从楼梯跌落。她因自己的病状对家人感到内疚，父母听后感到万分痛心。妈妈安抚亚美，告诉她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人，生病并非她的过错，他人的援助是她的幸事，她的生活不仅属于自己，也属于所有爱她的人。妈妈的话语温暖而感人，亚美终于释然，全家因此消解了心结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。相信逆境终将过去，生活总会好转。无论如何，都要以笑容面对每一天。亚美重返学校的首要之事是走进篮球场，那里承载着她的梦想。虽然多次尝试都未能触及篮筐，但她仍感到无比快乐。阿斗始终在一旁默默关注着亚美，他们的初次邂逅仿佛注定了他们的终身相伴。面对同学们的慷慨助力，亚美不再道歉，只是微笑着道谢。她接受了疾病，也更加接纳了现在的自我。随着亚美心态的逐渐开朗，妈妈深信她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，甚至还抱有缓慢康复的希望。但医生在阅读了亚美的日记之后，明白她的病情其实在逐步恶化，连吃饭喝水时也会不时呛咳，这表明呼吸和吞咽功能已受影响。然而，面对满怀期待的母亲，水野医生没有勇气吐露真相，他只是建议她一有机会就要定期进行康复治疗。在学校，阿斗总是在照顾亚美，他做这些只是为了让亚美感觉自己跟常人无异。虽然亚美行动不便，但她似乎很喜欢这种被关心的感觉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亚美开始坐公交车上下学，因为她行动不便，有时会影响公交车的正常运行，车上的一些乘客也会投来异样的眼光。这是一个15岁的少女，却不幸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，她逐渐失去行走和语言能力，连吞咽也变得极其痛苦。最终，她会慢慢失去思考能力，最后默默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但她以坚强和乐观面对生活，却感动了无数人。尽管她偶尔也会受到冷漠目光的伤害，但她知道还有温柔的目光在守候。那天，亚美和家人在公园散步，有路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她，但亚美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目光。目睹别人嘲笑自己姐姐的弟弟，弟弟旁边无声地默立着，不敢吭声。弟弟梦想代表学校足球队出战，但总是射门偏出目标。亚美灵机一动，在墙上画出了一个球框，让弟弟将其想象成实际的球门。在姐姐的耐心指导之下，弟弟的足球技巧大有进步，最终被选入校队参加比赛。同学们都很羡慕他突然变得那么出色。沉醉于成就的他向同学们夸耀，是他全能大美女姐姐教会了自己足球技巧。落选同学对他心存不满，弟弟激动地与家人分享了入选消息，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洋溢着喜悦。父亲建议一家人一起去为他助威，但弟弟的心情却出人意料的沉重了。面对这一切，弟弟沉默不语，他内心忐忑，担心姐姐会让他丢脸。夜晚，姐姐用那笨拙的双手在他的球衣上细心地绣上了他的名字。第二天，亚美想要给弟弟买一个礼物，意外地被弟弟的同学撞见，他们怀疑着这般步态如何能踢足球。正当他准备将礼物交到弟弟手中，同学们开始对弟弟冷嘲热讽，嘲笑他姐姐的不态。弟弟感到自己无地自容，曾与亚美关系紧张的妹妹，如今将姐姐视为自己的骄傲。他愤怒地将弟弟带回家中，并当着父亲的面严厉地训斥弟弟。这一幕恰好被归家的亚美听到。面对妹妹的斥责，弟弟羞愧难当，他才意识到姐姐在病痛中为他做了很多。他不停地道歉，泪水汪汪。亚美静静地站在门外，泪水悄然滑落。面对外界的偏见，他向来无动于衷，总是微笑着迎接一切。但思及自己成为弟弟的累赘，他比谁都痛苦。他不愿在家人面前流露出悲伤，只能躲在角落里暗自落泪。就在昨天，弟弟还以为病弱的姐姐是个累赘，而今天，姐姐成了他的荣耀，成为全家的骄傲。世界纵然背离，家人永是坚实的依靠。随着时光流逝，亚美的病痛加剧，无法自行行走，只得依靠轮椅代步。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吃饭需用勺子辅助，无论去往何处都需要人陪伴。但永远不变的是家人和朋友的支持。在学校里，亚美只得依赖同学们的援手，即使步履艰难，她依然独自进入教室。她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坐在轮椅上，同伴们视她如常人，不以异样眼光对待。阿斗的态度未曾改变，依旧亲近亚美，他仍旧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需要帮助的亚美。他们共同规划着各自的未来梦想，活着就要尽力助人，这是他们的共识。哥哥的突然离世是阿斗心中的痛，哥哥的去世一直是他心中的阴影。这份伤痛他一直深藏不露，但在亚美面前，他终于敞开了心扉。两颗孤独的心在一起，找到了共鸣。在亚美沉浸在校园生活的快乐时，老师找到亚美的母亲，提出了一个建议。老师建议亚美考虑转学，以减轻班级负担。
许多家长的投诉让学校做出了这一建议。学校认为特殊教育学校将更适合亚美。母亲陷入两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母亲回家想要和亚美讨论这件事，听着女儿述说学校生活的点滴，母亲犹豫不决。母亲找到了水野医生，希望得到专业意见。水野医生建议转学，认为那是更好的选择。母亲被介绍了其他病人的情况，感到心动。母亲在医院见识了许多与亚美境遇相似的孩子。母亲与明月及其家人交流后，更加认同转学的好处。母亲看到明月的坚强与乐观，心中有了决定。母亲还未开口，亚美已经找到了转学的资料。晚餐后，亚美与母亲面谈，表达了自己的意愿。亚美不想放弃，她珍视着与朋友们的羁绊。母亲体会到女儿的坚持，决定尊重亚美的选择。母亲允许女儿选择自己的道路。出席家长会的母亲面临着指责，家长们埋怨亚美影响了课程进度，他们抱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受影响。家长们敦促学校尽快安排亚美转学。亚美依靠轮椅，大家认为已经尽力。人们担心在帮助亚美时可能会受伤。在这些质疑声中，母亲表示了歉意。母亲代表女儿表达了内心的诉求。在母亲的请求下，家长们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。他们要求母亲放弃工作，以便照顾亚美。得知此事，母亲陷入了沉默。课堂上，亚美专注地听讲并做笔记，她珍视一切学习的机会。老师和同学们为她的勤奋所触动。放学后，亚美在等待母亲时仍然坚持学习。她面对困难，但从未选择放弃。加油，勇敢的少年！与亚美同龄的你，此刻应该是多么不同。阿斗展示了他们初一时的照片，每一张都承载着亚美的珍贵记忆。仅仅1年的变化，对亚美来说意义重大。这些变化让她不禁思考未来。母亲听到这一切后，做出了重要的决定。晚餐时，母亲宣布下个月将辞职。她决定全力以赴照顾亚美和家庭，这让亚美再次感到愧疚。她的弟弟妹妹表示将节俭生活，父亲安慰他们，表示自己会承担。他们是一个充满爱的幸福家庭。不料第二天，家庭发生了突变。亚美像平常一样被好友们搀扶着上楼，不幸的是，她失足跌落，从阶梯上滑落。幸亏朋友在下方减轻了冲击，亚美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。看到朋友的手腕受伤，她深感内疚。因伤病，亚美不得不暂时休学。这段时间，她反思良多。她的情况迫使母亲要辞职，还造成了好友的伤害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继续上学。妹妹为她加油打气，承诺努力学习，希望能考进同一所学校，以便照顾姐姐，这样母亲就能重返工作岗位，父亲也无需四处为她奔波。然而当亚美重返校园，她发现朋友们的态度已经改变。同学们开始排斥她的残疾，起初都乐于助人，但时间一长，他们视她为负担。众人纷纷表达不满，甚至最亲密的朋友也开始埋怨。亚美未曾料想到的是，她无意中听到了所有人的真实想法，自己无意中给大家带来了不便。在众议纷纷之时，阿斗站出来斥责他们的伪善，指责他们表里不一，在亚美面前装作善良，背地里却恶语相向。他让所有人都无地自容，甚至连老师也未能幸免。但阿斗回头看到门外的亚美，亚美离开了学校，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，看着亚美痛苦哭泣，他无能为力，只能静静聆听亚美倾诉。几天后，放学的阿斗被亚美的父亲邀请到家中用餐。平时对亚美颇有微词的阿斗也开始为亚美替家庭尽力。用餐期间，亚美又展现出她的乐观，并决定转学。她渴望减轻父母的负担，隔日便向同窗们道了别，并坦诚自己的健康状况。她的疾病无法被治愈，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。这一年，疾病让她的生活颠覆，是亲友的支持照亮了她的希望。她经常做着同一个梦，梦里与朋友愉快的交流，在球场上自由奔跑，醒来却面对着行动不便的现实。尽管生病，她也有所收获，最终与父母一起离开了学校。在众人的哀伤中，阿斗突然站了起来，紧接着同学们纷纷跑出教室，集合在楼下。阿斗带领大家唱起了亚美曾指挥的歌，往昔的场景如幻影般掠过，历历在目。随着歌声慢慢淡去，亚美告别了她渴望的校园，告别了她难以放下的朋友们。跌倒了又何妨，重新站起来即可。亚美初到残障人学校，发现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。她的室友明月也患有同样的疾病，情况更为严重，但她乐观而坚韧。亚美看到了未来可能的自己，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勇气，感受到了一种归属感。亚美首次离家，母亲与女儿告别时流下了眼泪。当晚，亚美接到了阿斗的电话，约定周末一起去水族馆。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，这一幕被刚回家的父亲听见。他走进儿子的房间，对阿斗展现出了支持。父亲一直希望他成为医生。当天的对话让阿斗感到惊喜，随即又向阿斗提问。亚美的病症无法治愈，且日趋严重，家人虽尽心尽力，亦感劳顿，勿仅沉溺于当下的欢愉，深思熟虑方为上策。阿斗内心波澜起伏。周末，两人按计划赴海洋馆。海豚的欢快姿态深吸引亚美，亚美对海滩的喜爱溢于言表。阿斗立刻购得海豚挂件，寄托着彼此的思念。愿远隔重洋，
亦能传递新生。归途间，两人错失末班车，又遇大雨倾盆，直至暮色降临，阿斗始将亚美送至安宁之家。女儿被雨淋湿，母亲心中不免焦虑。亚美安置妥当后，阿斗向他父母连声谢罪，自责未尽护理之责。母亲也请求阿斗见谅，只因过度挂念。亚美貌似康健，实则身体日促，即便小恙，也可能危及生命。阿斗内疚难抑。亚美听着阿斗外头的连声歉疚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思绪万千中，阿斗回想复言，一字护之能否？电话铃响，亚美致电道歉，今日种种，他心存歉意。话筒落下，亚美泪如雨下。阿斗在雨中久久沉默。亚美之言，如同两人往后将不复往来。历经残酷现实，亚美未尝怨天尤人，而是与病魔抗争，以乐观坚强示人，步履蹒跚，双手撑地，坚定前行，每一步似承重千钧，言语不变。他字字斟酌，反复练习。在追梦之年，他18岁，众生各自奔赴未来，而亚美的未来又在何方？在图书馆偶遇妹妹亚湖，阿斗问她孜孜不倦的原因，妹妹答以学习之苦，愿为姐姐完成未尽之梦。姐姐素善，却遭病痛折磨，活着不尽力，何以为生？这是我能为姐献上的微薄之力。归途中，阿斗的脚步渐渐缓慢，他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，平息了内心的混乱。他满怀勇气，向亚美奋力前行。亚美原本想劝他放弃，阿斗却坚定地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感受。未来充满未知，但此刻我满怀信心。亚美终于从特殊学校毕业，一切与她曾梦想的迥异。返回家中，亚美的房间被家人精心装饰，有家人的关爱令她感动，却不愿在韶华时光中过于安逸。她拒绝放弃，坚信自己应有属于自己的未来。无论日夜，她都在坚持复健，不懈努力练习发声。然而，她的动作和发音越发艰难。水野医生建议亚美父母考虑常伴其左右，而非追求学业或职业生涯，专心投入复健。阿斗亦成功考入医学院，时时刻刻心系亚美。那一天，朋友们聚在亚美家，他们都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兴高采烈地规划着未来。只有亚美默默吃饭，羡慕着他们的欢声笑语。亚美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？今天，亚美打扮得美丽动人，参加2位老师的婚礼。即便身患重疾，她同样憧憬着属于自己的婚礼。她与阿斗约好今日同去，但他迟迟未至，令亚美稍感失落。然而，阿斗终于如白马王子般出现，感动了亚美及其家人。在抛掷捧花环节，幸运的捧花落入了亚美怀中，众人的欢呼祝福声中，亚美不禁憧憬下一个幸福的新娘是否会是自己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亚美将写好的情书交给了阿斗，阿斗却未曾意识到这是一封告别信。随着远传的钟声响起，阿斗为查亚美的忧郁神情，病魔日渐肆虐，状况愈发严重。他不愿成为阿斗未来道路的绊脚石。亚美重返医院，呼吸道被痰阻塞，呼吸艰难，挣扎喘息，幸得及时救治，生命之火重燃。醒来之后，亚美将写信的经过告知母亲。阿斗独自面对亚美留下的情书，面对面难以启齿，遂抒情于信纸，感激你始终陪伴在侧，给予我勇气。眼见你追逐梦想，我心中满是喜悦。你的未来星光璀璨，然而我命运多舛，但愿天赐我多些时日。感激你为我倾注的一切，对于你的喜爱，我感激涕零。抱歉，我无以为报，我们各自安好，再会。母亲听罢，不解亚美的自我放逐，这番话语令父亲内心防线彻底崩溃，转身奔出，泪如雨下。我亦感同身受，再度动容。次日，阿斗如失魂落魄至医院，如父所言，自己尚且稚嫩，无能为力。巧遇亚美之父，交谈间，父亲对阿斗的付出表达谢意，同时告诫不负亚美所托，好好生活。时光荏苒，转瞬又是1年。亚美与疾病抗争已是第5个年头。他知道生命的时光不再充裕，仍坚持记日记，激励遭逢不幸者。这一日，全家欢聚一堂，妹妹凭借努力，在东高取得首个奖状。提及东高，亚美渴望重游梦开始之地。在家人支持下，亚美重返久别的校园门前，眼前流转的心声激起往昔记忆。面对死亡，是否屈服或是抗争，正是他一次次与命运较量。尽管知道反抗命运是徒劳，他仍不放弃努力。他的乐观和坚韧是生活中最动人的力量。他的故事触动了众人，泪流满面，泪水早已超过1公升，但他的精神永不枯竭。亚美现已不能行走，但他的意志未曾倒下。他经历过绝望的深渊，曾迷失生存的意义，然而他坚守着写日记的承诺，为众人带来希望。母亲心痛女儿的坚持，眼见其力不从心，她劝女儿休息，不必逞强于心之疲惫。但亚美坚定地回应：我的日记是我存在的不灭见证。久违的阿斗突然拜访，遭遇也非常相似，给亚美带来惊喜。他带来了一位同病相怜大学生的明信片，他与亚美病魔相伴，却在绝望中找到了希望。是亚美的日记给了他重新站起的力量，他立志要像亚美一样，用乐观点亮生命。听罢这话，亚美含泪感谢阿斗的陪伴。次日，
亚美坚定地找到医生，希望自己能为研究贡献力量，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帮助揭开疾病的神秘面纱。医生被他的勇气所感动，面对这种不治之症，但无法轻易答应他的请求。他内心自责，对治愈无力，医术未能突破，医学尚未有突破，唯有鼓励之言安慰病患。圣诞节，亚美渴望回家的愿望终于实现。家人和医生讨论后，同意亚美回家过节。他为弟弟妹妹准备了节日的惊喜，知晓家人为自己治疗所付出的艰辛，无法言语。他透过书信与弟弟妹妹倾诉心声，他自责这些年来占据了母亲太多的心，他向弟弟妹妹道歉，感到愧疚。弟弟妹妹满含泪水，坚称姐姐是他们的骄傲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共度了一个充满爱的圣诞夜。次日清晨，妹妹建议再拍一张全家福，全家人抑制住泪水，留下这幸福时刻。亚美将手放在心口，感受生命的跳动。回到医院，亚美手握笔变得艰难，却依旧坚持记录生活。在她内心深处，她相信这是自己仍能做出的唯一贡献。医院外面，阿斗忠诚的送花，直到夜幕降临。父亲也被他的成熟所感动，支持他追寻内心认为正确的道路。阿斗步入亚美的病房，亚美通过字板与他进行简短沟通。他请求阿斗读出他的日记，伴随着文字的流淌，往昔如幕影般展开。亚美仿佛重回那些逝去的日子。聆听间，亚美逐渐沉入宁静的梦乡，泪水沿着眼角静静滑落。她在梦里重返那片向往已久的篮球场，在那个梦幻的世界里，她自由地奔跑，时光荏苒。亚美的乐观与坚强之灵永存于世，群人携花前来，感念她的影响力，每个人都成了希望的使者。